這是輕井澤3天2夜，我們從經典景點一路玩到森林裡，逛舊輕井澤 Outlet， 2個晚上直接入住小木屋。第二天一路跑景點區，本來以為行程會悠閒，結果中間不小心當了一次土狗觀光客，村民食堂還直接等了快1個小時。最後回東京前又去了頭文字 D 粉絲不能錯過的荻野屋，吃完午飯還真的把這個桃果給扛回了台灣。這次就帶大家看看輕井澤3天2夜實際玩下來到底有多精彩。歡迎跟萌萌園長一起玩。今天第一站要帶大家去看 JR 鐵路最高點。開在鄉間小路的時候，發現了一間農產攤，我們就先來逛一下。這邊的水果價錢超級漂亮，像麝香葡萄一大串才2008日幣。我們還看到了台灣鳳梨，一顆是650元日幣。我們就在這邊買了一些水果，想說哇，這樣可以吃。而且我發現這邊的路邊農產攤價錢反而比市區的超市都還要便宜。帶大家來逛一下他們其他的蔬果價格，之後我們就繼續出發嘍。這邊就是 JR 鐵路的最高點，海拔1375公尺。這邊還有一個幸福之鐘，來了一定要敲一下。旁邊也有咖啡店跟旅館，我們就簡單逛了一下，繼續前往下一站。我們現在到了這個位置，就是在輕井澤 Lake Garden 裡面的 Eleven Teas Fruit and Cafe。雖然是一間藏在玫瑰花園裡的英式茶館，光是走進來這一段環境就非常的漂亮。我們就安排在這邊吃一下中餐，休息一下。他們這邊蠻厲害的是司康還有英式紅茶，咖喱飯也很不錯，所以我們就點了2種不同的咖喱飯，還有司康跟蛋糕。蛋糕都不會太甜，沙拉很新鮮，咖喱飯2種的味道都不一樣，蠻厲害的。如果有興趣的朋友也可以來吃看看，司康吃起來像比斯吉。他們除了室內的用餐區，還有戶外的用餐區，但是因為夏天真的是太熱，所以大家都還是選在室內，吃完之後再來外面拍照，周圍都是蠻漂亮的。到建築物的另外一側是有一片玫瑰園，非常好拍。我們馬上就拿出了體重熊1:1等重製作你的出生體重，作為謝金燕禮物，還有新生兒周歲禮物都非常合適。走進來這個大門看看，裡面你會發現它有一間販售很多玫瑰相關商品的小店，從家居用品到身上戴的飾品，通通都是玫瑰主題。接着我們再走進來這個歐洲的小噴泉庭園，再往裡面走，你可以進到這個很像歐洲客廳的地方。往左邊的方向回去剛剛那邊用餐的餐廳。往右邊的另一邊走呢，你會連接到一個綠色的木廊道。外面這個庭園也很漂亮，整條被玫瑰包圍的綠色木廊道，我個人是蠻喜歡的。繼續往前面走的噴泉，有很多的玫瑰花在上面，很夢幻的場景。在更後面有更大一片玫瑰園，大家可以來看看。只想過來吃個飯，結果後來在這個花園裡逛了好久，吃飽喝足，逛好了之後，我們就繼續往舊輕井澤走走。我們找到了一個離舊輕井澤銀座通很近的停車場。停好車之後走過去，沿路有些小店可以逛，大約步行3到5分鐘左右就可以到老街了。這間是專門賣餐具的店，對面是長吉屋，主要賣火腿跟香腸，也是舊輕井澤很常看到的一間店。接着我們就進到了舊輕井澤銀座通的主要道路。這間賣蜂蜜的店很多人會去買。你要吃嗎？還有輕井澤限定的安坛野芥末，這一串是350元日幣。沿路也有一些賣雜貨、生活用品、器皿的小店。
然後我們就一路的逛着，就走到了我們的目的地。我們準備要帶大家去的就是教堂街。教堂街的外面有一個看板，跟大家說裡面有哪些店，那我們就一起走進去看看。這邊的樓上其實是有住宿飯店的。像這個樓梯就是有住宿的客人才可以上去，一般的客人只能在1樓的區域逛街跟喝咖啡。那我們就繼續往聖保羅的教堂方向走，走到這邊中間有一個小中庭，空間感覺很舒服。在這邊逗留了一下之後，我們就再往裡面走。逛到這邊，其實有發現它有一些小店已經在準備打烊了，但是我們來的時間也才下午而已，所以不確定是不是公休，還是這邊的店本來就比較早關。如果你有特別想逛的店的話，建議先查一下營業時間。從這個位置走出去，你就可以看到馬路的對面就是聖保羅教堂了。聖保羅教堂是1935年落成的，是建築師安東尼·雷蒙設計的，到現在都還是一座真正有在使用的天主教教堂。它最特別的地方是用木頭卡榫結構製成的，非常特別。那看完教堂之後呢，我們帶大家從旁邊的小路繞回舊清景澤銀座通。因為我們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任務，就是要去買麵包。大家來舊清景澤銀座通一定會帶的，就是這個麵包店的法棍麵包。它其實除了法棍麵包之外，還有其他款的麵包也是蠻不錯的。這間就是淺野屋，它這邊的人氣商品，店員推薦給我們的是番茄莫沙拉瑞，是他們非常受歡迎的商品之一。咬開直接包一顆番茄，還有 cheese， 非常好吃。這一家吃完之後，接着要帶大家散步到另一間也很有名的薩瓦穆拉。沿路還看到一個停車場入口非常可愛，有一個粉色香菇。再往前走，還有一間畫寵物肖像的小店，還有超可愛的八哥。我們就沿路感受一下這邊悠閒的環境。接着看到了樹林，就代表麵包店快到了。這邊就是薩瓦穆拉的舊清景澤店。除了麵包之外，裡面也有餐廳，可以在裡面用早午餐。這邊其實也有人推說他們的法國麵包很厲害，所以我們也帶了一條回去，準備來抹果醬當早餐。但是我完全忘記拍攝他們的法國麵包長怎樣了。他們這邊還有販售一些餅乾跟果汁果醬的伴手禮。好，那目前今天該買的也都買到了。那我們就慢慢的走回停車場，準備前往下一站。離開舊清景澤銀座通之後，我們就先開車回飯店辦理入住。這邊是東館的 lobby， 一進來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雜誌跟書可以借閱，還有一些工藝品也有在販售。前面這邊就是 check-in 的櫃檯，再往裡面走一點，可以看到有開放的茶水、咖啡自助區。服務員說門口有自取的小夜燈，很可愛。我們這次入住的是2個晚上，在小木屋。辦理完入住之後，工作人員跟我們說，從 lobby 走到我們的小木屋大約100公尺左右。聽起來好像蠻近的，所以我們就兵分2路，一組直接用走的，一組跟行李一起搭飯店的小白車，看看到底誰比較快。
一開始徒步組還遙遙領先，結果不到幾秒馬上被小白車超車了。果然還是開車比較快。我們這次入住的是清景澤王子飯店東館的小木屋，帶大家來看一下裡面的格局。一進來就是客廳跟餐桌區，旁邊還有簡單的流理台跟小型的冰箱。那因為我們這次住的是2個晚上，想說晚上如果有去逛超市的話，可以先買一些水果和牛回來冰。那它這邊的房間是左右2間房間，每一間房間都有2張分開的雙人床。再帶大家看它的衛浴，是獨立乾濕分離的。那其實另外一間的房間格局是對稱的。窗外的景色也不錯，是一整片的森林，旁邊都是一棟一棟的小木屋，真的很有清景澤度假的感覺。那東西放好之後，我們準備走去大廳，要去逛Outlet咯。那可能有人會覺得說，從小木屋走去大廳很遠的話，你其實可以從房間打電話，他們就會派剛剛的小白車來把你載出去，這是免費的服務哦。但是因為我們這次住的小木屋其實離大廳只有100公尺而已，所以我們就打算散步一下。清景澤王子飯店其實它有東館跟西館，範圍很大，所以他們有接駁車，可以接駁東館、西館，還有 JR 站，還有一站是停在 Outlet。不過因為它是順向繞行，所以如果我們要搭乘的話，變成是要繞一大圈，先去西館之後才會到Outlet，所以我們直接用東館這邊的秘密通道捷徑走過去。如果你也是一樣住在東館小木屋或是本館的話，可以跟着我們的路線一樣用走了，大概5分鐘之內就可以到Outlet了。打開玻璃門之後，其實你跟着道路的區域走，順順的走，你就會走到Outlet的入口了。當你看到這邊有畫作的展示，它就是Outlet的其中一個入口之一。因為它的範圍很大，其實東館跟西館，它的停車場跟Outlet中間都有入口可以走到裡面去。那它最大最好認的就是它都會擺一整條的畫作，對面這邊就是停車場。如果你是自駕來的朋友的話，可以離Outlet近一點，這樣不僅去大廳近，要逛街也近。那就帶大家先去逛一下Outlet。我們有去逛了幾間店，不過在逛街的時候就忘了拍了，所以就讓大家先看一下有沒有你喜歡的品牌。它整個Outlet的範圍算是蠻大的，如果每一間都要進去逛，認真逛的話，其實可以逛蠻久的。這邊只是它其中一個小區塊角落而已，就已經有非常多的店鋪。中間有蠻大一片的綠地，不會全部都是店面，逛起來算是蠻舒服的。我們大概逛了一圈之後，就準備去吃晚餐咯。一到門口，這隻馬真的做得超級像真的。這趟來到日本，到現在都還沒有吃過這種美式牛排，所以我們晚上就直接在 Google 上找了一間，最後找到這間的 Cowboy House。他們的菠菜沙拉超好吃，老闆推薦他們的招牌起司牛排堡。除了這個之外，還有味噌醬跟醬油直接淋在美式炭烤牛排上面，超級搭。吃完真的超飽，所以我們就去逛逛超市吧。清景澤必逛的德利西亞超市，來買3天2夜要吃的水果跟飲料。沒想到回來直接把冰箱塞滿。那第一天就先這樣子了，明天繼續咯。晚安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們先到了薩瓦亞果醬的總店來挑選果醬。
這邊有提供免稅服務。我們本來想要買一些回台灣作為伴手禮送給親朋好友，也想要帶幾罐回小木屋抹法國麵包當早餐吃，所以就慢慢挑了一下。這邊其實大家都很推薦的口味是紅玉蘋果口味，有小罐跟大罐的，尺寸大家可以對照一下。另外，我個人非常推薦的是這個草莓的果醬，裡面真的是一顆一顆的草莓哦。在挑選完之後，店員就很貼心的用泡泡袋很嚴實的把每一罐都分開的包裝好。接着我們就去清景澤的 Common Grounds 吃早餐哦。從停車場走進去，沿路你可以看到有幾個小木屋的建築，其實有一些是早餐店，有一些是咖啡店，裡面還有國際學校的幼兒園。那我們今天要去的地方是最裡面的書店。這就是我們今天要吃早餐的地方，在圖書館書店裡面的修走咖啡。它這間書店外面是一整區的戶外座位區，整個都被樹林包圍。早上來這邊享受芬多精，真的算是蠻舒適的。一進來之後，你就可以看到咖啡店就在你的正前方。店員說要先自己找到位置之後再來點餐，所以我們就一邊找位置，也順便來逛一下書店。他這邊除了在賣書以外，還有賣一些在地的農產品跟藝術家的文創商品。2樓的空間也是可以上去的，但是2樓是需要付費才可以上去。價目表待會會分享給大家看。這個區塊是給小朋友閱讀兒童繪本的區塊。這邊就是要上去2樓的入口處。同時，價目表也在入口的地方。很幸運的，我們找到了靠窗戶的位置，那我們就準備來點餐啦。聽說他們這邊的可頌很厲害，還有司康也不錯，那我們就來各點一個，再搭配黑咖啡還有拿鐵，開啟今天的早晨。早餐吃完之後，我們準備前往今天的新野區。第一站要帶大家來到的就是十之教堂。這邊平常是可以進去教堂裡面參觀，不過我們來的這天剛好舉辦婚禮，現場正在準備中，所以參觀有管制。這次只能在外面看看拍拍照。如果有特別想要進去看的話，建議來之前先確認當天的開放狀況，因為受到婚禮參觀的時間會受到影響。我們本來要走到旁邊的高原教堂，結果走到一半發現新野的飯店好像就在旁邊，想說來都來了，不然我們順便進去參觀一下好了。想說進去感受一下大廳的氛圍如何。我們一群人浩浩蕩蕩的往大廳走進去，第一層的玻璃門到了，要進去第2層的時候，發現中間有人，趕快全部撤退逃跑。我們還是乖乖的去看高原教堂好了。接着呢，我們就從旁邊的小路走到了高原教堂。結果今天這邊也有要舉辦婚禮儀式，今天到底是什麼好日子？2個教堂都有人預約要舉辦婚禮，那所以我們大家都先在外面等開放外觀參觀的場次。現在時間到了，已經開放了，那我們就趕快把握時間走到裡面參觀。因為晚點要舉辦婚禮儀式，所以教堂本身是沒有開放的。
它有讓大家進去裡面參觀的是旁邊的牧師館。聽說這個牧師館以前是牧師的書房，現在才開放給大家作為展覽館參觀。裡面的空間不大，整體是很溫暖的木質感，也有一些跟高原教堂和婚禮有關的展示。旁邊其實放了很多在這邊辦過婚禮的新人照片。逛了沒多久之後，工作人員就開始提醒，場次參觀的時間到了，所以大家也開始準備往外走。真的是非常的現實，參觀時間不到幾分鐘就要撤退了。那我們就前往下一個行程。這次呢，我們來到的是榆樹街小鎮，運氣非常好，我們停到了 P2 停車場，離入口處真的超級近，下車走一下就到了。如果你是自駕的話，可以導航直接設定 P2 停車場。這邊的停車費用前30分鐘是免費的，停車的話1小時是600日幣。不過這是我們來的費率，大家出發前還是看一下最新的公告。從 P2 停車場走進來，很快就可以看到是森林的木栈道，兩旁邊都是餐廳、咖啡廳還有小店。因為它前面就是溪流，所以很多座位會直接藏在樹林裡面。天氣好的時候坐在外面真的是蠻舒服的，而且位置是很难一位難求，大家都站好位置，要享受一下在陽光下的悠閒時光。那我們這次特別安排了到丸山咖啡，除了來喝一杯咖啡休息一下之外，也順便買一些咖啡豆回去。這邊有室內跟戶外的用餐區，但是因為今天的天氣很好，所以我們就直接用外帶杯，準備去戶外享受陽光跟咖啡。那帶大家逛一下店裡有賣什麼產品，除了咖啡的周邊商品之外，他們還有自己烘的藝伎豆咖啡，每一種風味都不太一樣，蠻特別的。從咖啡店出來之後，我們繼續往前面逛。它其實逛是有分區塊的，後面這邊是蠻多店的。前面一邊的那一區塊就比較偏文創商品咖啡店。那這個區段的話，比較多是餐廳食物類的。哇，這個樹底下的用餐區很不錯前面好像要看到熟悉的店家，又是一家Sawamura，昨天才在舊青井澤銀座買過，今天又遇到。主人進去買麵包，他就在外面乖乖的，也太可愛了。那我們也是一樣進去看一下這裡有什麼不一樣的麵包。我發現他們的建築物中間都有這種小小的通道，往前走的話其實都是靠近溪流的用餐區。如果你們要找位置的話，可以這樣子找看看，可能會有比較多的位置哦。麵包買好之後，我們就準備要開始往村民食堂移動。這邊走過去村民食堂其實可以用開車的，也可以用走路過去，但是因為我們的車子已經停好了，其實從這邊走去村民食堂也算蠻近的，所以我們就打算用散步的方式走過去。沿着森林步道走去的話，我們實際慢慢的這樣子邊散步邊走，蠻輕鬆的，路算是很平坦很好走，大約10分鐘左右就到了。就算是吃飽飯之後要回來牽車，也算是當做飯後散步，10分鐘內運動可以走得到。看到這個星野溫泉的招牌，就代表村民食堂也到了。那我們現在就準備去吃晚餐咯。不知道今天人多不多，要等多久？因為之前聽別人說等快2個小時，所以我們就先去抽號碼牌看看情況。
我們抽到號碼牌前面還有12組預計的58分鐘。如果你不想要坐在咖啡廳裡面等的話，其實也可以去戶外走走。它旁邊就是星野溫泉的蜻蜓之湯。非住客的話，泡湯是可以另外付費進去的。不過這一次我們只有在外面逛一下。草地上還有一個超像小老鼠跑滾輪的東西，可以自己踩着讓它轉，看起來很簡單，但是其實蠻難站穩的，要抓着扶手跑會比較順。這樣子繞一圈玩一玩之後，時間也差不多了，我們就準備回村民食堂用餐咯。等了快1小時，終於可以進去吃午餐咯。進來之後，我們就先看一下菜單，選擇其實蠻多的，有咖喱蕎麥麵，也有比較豐盛的定食，我們就點不一樣的來交換吃。我們首先點的是蔬菜咖喱飯，這個沙拉真的超級推，一上桌就是一整顆大生菜。看起來很簡單，但吃起來超級脆，非常好吃。還有這個蕎麥麵，它搭配的是熱湯，還有非常豐富的定食。如果想要吃豐盛一點的話，可以參考看看。還有天婦羅的冷蕎麥麵，看起來也是不錯。不過如果要選一個最喜歡的話，我還是會選沙拉。吃完午餐之後，我們又回 Outlet 逛了一個下午，一轉眼就到晚上了。今天的晚餐我們安排在 Outlet 這邊吃。明志體因為在市區要吃的話，常常要大排長龍，在這邊的話其實比較好排到，所以我們就一起去吃豬排飯吧。建議大家可以在 Outlet 關門前的提前半小時來排隊，因為這樣人比較少。像我們這一次就沒有等到，直接入座。來看一下要吃什麼。我們點了一個很酷的炸豬排配蕎麥麵，還有這個巨無霸的豬排飯定食，總共有超級大片的4片炸豬排，還有豬排咖喱飯，附的小沙拉也很不錯，還有單點1份豬排。吃飽飯之後，我們先回小木屋休息一下。晚上回去想泡湯的話，可以打給大廳，請他們安排車來接。因為泡湯的地方在另外一區，從小木屋過去還是搭車會比較方便。這裡就是我們今天要泡湯的地方，位置是在東館跟西館的中間，所以還是搭車來最方便。一進去之後，他會請你先把你的鞋子換下來，旁邊也有置物櫃可以放貴重物品，有鑰匙可以鎖。接待人會提供浴巾跟毛巾。接着泡湯的位置在這邊，直接上2樓。那因為裡面是不可以拍照錄影的，所以這段就沒有辦法帶大家一起進去看了。大家有興趣的話呢，可以上官網查詢他們的實際照片。泡完湯之後，我覺得是蠻舒服的，尤其是有一半比較像半開放的空間，SPA池我也蠻喜歡的。泡完之後，我們再請大廳幫忙叫車來接。等車的時候回頭看，那個亮亮的地方就是我們剛剛泡湯的位置。接我們的小白車來了，我們準備回小木屋休息。明天就是在輕井澤的最後一天，要開車回東京了。不過我們不打算走最快的路回去，要帶大家去一個非常有意思的停靠站。回東京之前，我們先停了一站頭文字 D 粉絲應該會很熟悉的里野屋橫川店。進來之後呢，你會發現除了有很厲害的七味粉伴手禮之外，還有很多頭文字 D 的周邊商品跟人形立牌可以拍照跟好好的逛一下。
如果你本身就是頭文字 D 的粉絲，來到這一帶可以順便進來朝聖。而迪野屋本身最有名的當然就是他們的腐飯了，所以我們也安排在這邊吃中餐。中午直接買了經典的腐飯跟牛肉的腐飯，帶大家來開箱看一下。首先我們開箱的這一個是經典的腐飯，哇，它這個蓋子好重哦，真的真材實料耶。接着我們把這個紙掀起來之後，它的配菜算非常豐富，陶鍋旁邊還有寫着橫川站，作為紀念品帶回台灣非常合適。行李雖然多了2公斤，但我還是硬扛回台灣。午飯吃完了，鍋子也打包了。下一集要帶大家去東京的法輪寺看繡球花。這邊是萌萌園長幫大家準備的旅行重點，是這次輕井澤3天2夜旅行重要的重點。如果你覺得這支影片有幫助到你，請記得訂閱萌萌園長投遊趣，也可以幫這支影片按個熱推，讓更多準備去輕井澤的人看到這支影片。如果想直接支持萌萌園長，繼續拍更多的旅行影片，也可以用超級感謝請萌萌園長喝杯咖啡。我們下集東京見，我們下次再一起出來玩哦，拜拜。また来てね。